现场还有一位选手没有完成比赛，那就是马上将要登场的全红婵。漂亮，美！巴黎奥运会，17岁的全红婵凭借总分425.60分的成绩，蝉联了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，还刷新了一项纪录，成为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的3金王。其实这一次我真的是没有把训练中前段时间的好动作都跳出来吧。但是你是冠军哎，冠军而已，而已。还好吧，冠军也没有特别好吧，也是。你看来好像不开心的样子哎。还好吧，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之后也不是特别开心。陈芋汐，好漂亮。决赛中，陈芋汐始终以第2名的身份追赶榜首的全红婵。漂亮，太漂亮了！第3轮后，将分差缩小到1.6分，最终以4.9分之差摘得银牌。单从台子或者成绩来看，确实银牌就是不如金牌。但是这场比赛包含的意义，包括整个比赛的过程上来说，我战胜了我自己。这场对决的6天前，陈芋汐搭档全红婵在巴黎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跳水决赛中，以完美的配合再现水花消失术。好的，物质粘贴。凭借359.10分的高分斩获这枚奥运金牌，为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奥运7连冠。太美了！从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，3年间，全红婵和陈芋汐这对中国跳水双子星在人们的关注下成长。他们一个19岁，一个17岁，但在出征巴黎奥运会之前，全红婵曾在镜头前感叹自己已不再年轻。在我们看来，你不是不年轻了，就是你才正年轻呢。我的年龄是正年轻，但是我的动作是，没有之前的好。之前很轻松吧，就很飘，也是那种感觉。但现在，就站在台上就感觉已经要碰到水了。太夸张了，真的很夸张。我拿之前的动作去对比吧，也是。现在是完成动作之后就离水特别近，因为你高了呀。也体重也长了，就会翻腾，也会下得很快吧，就落地很快，就手都还没伸上呢，就觉得已经到水了。巴黎奥运周期，全红婵经历了所有跳水女运动员都要经历的关卡——发育关。她的身高长了7厘米，体重也增加了约7公斤，也因此她才体会到了陈芋汐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艰难。她那个时候正在经历那个发育期吧，也是可能跟我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。可能我还没经历的时候不太理解，但现在经历了，然后就非常理解吧，也是就很痛苦啊。为了应对身高和体重带来的巨大变化，全红婵必须加大体能和力量的训练，才能维持原来的技术，提升动作稳定性。你每天日常情况下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？我们每个人都7、8个小时吧。你有没有累的？每天早上起来不想起的时候？有，就闹钟响了就在床上就觉得特别累吧，也是不太想起来。在床上就一直躺着吧，也是，就早操也没去。有累哭的时候没有啊？累哭的时候倒没有，就跳不好的时候吧，跳不好，然后或者被说的时候，就会很容易想哭吧，所以也想过很多次的放弃吧，也是。
然后每天的训练要怎么坚持啊？今天练完了，明天还来，是不是很累啊？这样一天一天下去，所以都有这样的想法。你也有吗？有，都有。看我非常乐观，但是其实也都没有，有时候你憋心里了，不愿意讲出来而已。你去跟陈雨希说吗？我们俩都是跳台的，我说给他，万一咱俩都成那样了，那谁都跳不好。那这个金牌靠谁拿？那不能被别的国家拿去。那靠什么继续往前走？我也不知道，每天数着日子吧，也是数着离自己那个目标越来越近嘛，也是回头想想，也是坚持这么久了，还不如坚持下去吧。挺过发育期后，是否能够保持自己的最高水平，除了加大训练量之外，还需要控制饮食，维持有利于动作发挥的最佳体重。体重要维持到多少？我的话一般是42.5左右，就不能超过42.5。不是完全不能超，就是确实那个上限应该是在43左右。那很难保持到这么精确的一个位置，那就每天要称体重吗？一天称10次啊。一天称10次啊？对，这有点夸张，但是确实就是有事儿没事儿踩脚翅儿。你跟同龄人相比，你少了什么呀？我用这些大量的时间去累积，去达成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这我觉得是比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这种收获是意义更大、更高级的快乐吧。陈玉希出生于上海一个体育世家，6岁开始练习跳水，14岁入选中国国家跳水队。来看一下陈雨希，这是来自上海的选手。在2019年的光州游泳世锦赛中，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陈玉希就获得了女子10米跳台跳水冠军，一战成名，被视作跳水新星，成为东京奥运周期的重点培养对象。然而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1年举行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开始进入发育期。我那一段时间过得比较迷茫吧，我不知道是因为太久没有比赛，还是说，我真的是遇到生长发育的问题，就是会对自己产生一个怀疑。怎么过来的？一天天练，一天天顶，就是坚持。我从小的梦想嘛，我离它这么近了，我可能再多努力一步，我再多走一步，我就能够到它了。我为什么还不去努力？也正因为东京奥运会的延期，全红婵意外达到了参赛年龄，提前搭上了奥运这班车。比陈玉希小2岁的全红婵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的一个农村家庭。7岁时被选入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，开始练习跳水。全红婵在今天上午半决赛的时候，确实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。2020年10月，在全国跳水冠军赛及东京奥运会选拔赛首站赛场上，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的全红婵杀出重围，力压奥运冠军和一众名将，以总成绩437.75分夺冠。首次在全国舞台展露光芒，他因此入选国家队，最终获得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。第一次站上奥运会的舞台，那个时候怕不怕输？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很多，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大赛就是奥运会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奥运会是什么吧，真的不知道。反而不知道怕，这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吧。在这次奥运会的比赛当中，全世界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，完美结束。这位14岁的小将，今天在国际大赛上上演了完美的首秀，一跳成名天下知，跳了3个满分动作。东京奥运会的决赛中
14岁的全红婵以3跳满分惊艳世界。她以总分466.2分打破世界纪录，夺得金牌。陈芋汐则以40.8分之差获得银牌。对你来说，没有追求到自己心里面的那块金牌，会有影响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以我21年的状态，其实我自己我心里很清楚，就是我可能甚至站不上单人的赛场。既然我站上去了，我当然是想去拼第一。你说没有遗憾，那肯定是有，但是，就是我不会后悔吧。一夜之间，全红婵以横空出世的姿态迅速被外界所熟知。她的成绩、她的个性、她的幸运、她的励志，以及她身上的一切，都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。她入水水花小，被赞拥有水花消失术，更被誉为天才少女。人家都管你叫天才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天才？我觉得我跳好了，然后把训练做好了，那一刻才是天才。天才也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吧，也是。其实这里每个运动员都很刻苦吧，我也可以称他们为每一位都是天才。12号全红婵来自广东海印。1个月后，在第14届全运会上，全红婵再次战胜陈芋汐，获得女子10米跳台跳水冠军。如果说我一直是第2，那我还不如不练。但是现在再想想，我都没有努力过，我怎么知道不行呢？是，就再去试一把。东京奥运会结束后，全红婵和陈芋汐在教练组的安排下，成为双人项目的搭档。这是2个人需要共同面对的新挑战。在合作的时候，怎么做到同步和一致啊？那时候的动作有高低，然后不齐的时候，都是慢慢磨练过来的，也是。能是什么样？有多么的乱七八糟？就是我在这儿，他在这儿的样子，然后或者我在这儿，他在这儿的样子，就是俩人吧，就听的那个水声就不一样，是他先下去，然后我再下去的那个水声，不是一起下去的那个水声。那个时候是有2个声音，扑通扑通。对，扑通扑通，然后后面就变成扑通的一个声音。作为女子10米跳台的2位顶尖高手，全红婵和陈芋汐虽然在个人项目中展现出超群的实力，但双人项目对双方的默契和同步性要求极高，因此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配合。一开始合作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谁救活谁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对吧？大家一定要找到一个终点。那谁救活谁呢？他是往下迁就我吗？更多的是我需要去往上面够。也就是说，他要往下一点点，我要往上上一点点。对，我希望自己能，就是比如说我蹬得跟他一样高，翻得跟他一样快，动作跟他一样飘，就是野心，那个不服输的劲儿，一直在心里憋着。有没有感觉我追不上他的时候？有啊，至今都有。但是确实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过后，我的整个水平的回升是肉眼可见的。那你怎么看待这段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合作？有一说就是真的很感谢了，因为我可能不跟他配双人也好，就是没有他也好，我不可能再把自己拉回这个位置。2023年福冈游泳世锦赛女子10米跳台跳水决赛，陈芋汐5跳近乎完美，以457.85分的成绩摘得桂冠，不但创下了个人生涯最高分，还完成了世锦赛3连冠的壮举。有人说你是不幸运，因为在你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你还强的对手，但是你觉得你是幸运还是不幸运？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，我确实是幸运的，因为450分其实一是女台运动员的一个坎儿，很多人其实都达不到这个分数。如果说没有他的话，我可能我的运动生涯并不会达到这么高的水平。全红婵和陈芋汐搭档期间，
两人从未让国际大赛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金牌旁落。冠军到手，恭喜中国队！但在单人项目上，全红婵的表现却起起伏伏，数次与金牌失之交臂。动作完成上的失误，尤其是207C 这个动作发挥不稳定，是影响她成绩的重要因素。其实，在每一场比赛，在到207的时候，我都是有一点点害怕的。怕什么？怕跳不好，主要是那个时候。你平时训练的怎么样？就不怎么样，所以到比赛的时候就很怕。谁会相信你这个被称作天才少女的人？但是他们没看到我们的训练是怎么样的，只看到了是比赛的时候怎么样。其实我们自己在训练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都有对哪个动作害怕的感觉。代号207C 的动作指的是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，这是跳水运动中公认的高难度动作之一。许多跳水运动员都在比赛中因这个动作而折戟。东京奥运会之后，全红婵的207C 非常不稳定，要么近乎完美，要么一泻千里，一个动作得分就可以相差20分。从那2022年的时候，207一直都是在摔的当中吧。能摔成什么样？摔平吧。这人要拍下去是什么？是怎么个疼法？就很痛吧，就感觉很多蚂蚁在身上爬的感觉。就有时候拍到你脸也很痛，身体那前面跟后面都比较痛吧。有一些就是拍到或者自己撞到了。自己入水的时候就没抓好啊什么的，就会自己手打手啊之类的。这种力度会有多大呀？就是大到你第2天就手这里是软的，就没有力去撑，就在抖，一直在抖。那段时间，207C 对全红婵而言已近乎魔咒，她戒掉了最爱的零食，加倍投入到训练当中。同时，外界的高度关注与沸扬的舆论也让他备受煎熬。刚开始就大家对我的看法，然后我非常在意吧，也是因为大部分的比赛自己都在输吧，也是就也比较难过。在这期间，自己其实每一跳都在很紧张吧，也是因为对大家对我的期望吧，也是，然后就害怕自己做不到，也是。然后还不如去换思维呢。怎么换成？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抛开呢。这样输了，我下次还可以再来啊。然后自己突然一下，好像也就想通了，也没有那么害怕了。我觉得自己也为什么要去想这些东西呢？也不是我自己能控制，也不是我能去管的东西，还不如先做好自己当下的自己吧。来到关键一跳，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，好的，太棒了！2024年2月，全红婵第3次登上世锦赛的舞台。这一次，她不仅征服了207C，还首次将世锦赛单人的冠军收入囊中。东京奥运会之后的3年时间里，全红婵和陈芋汐包揽了所有国际比赛的金牌，成为巴黎奥运会冠军最热门的人选。你们在合作的时候是亲密伙伴、战友，但是一旦变成了单人，就成了竞争伙伴、竞争对象了，是吧？在国内的时候是有吧，但是在国外的话，还是我们俩都虽然是单人吧，都在配合吧，因为我们俩都在互相帮助。但这一块金牌不是你们2个人都能得的，只有1个人能得。我们哪一个人得了，就等于自己也得了，因为都是中国的，谁得不重要吧？真的不重要吗？不重要啊，因为国外的运动员也很想拿嘛。你要确保这一块是中国的，你才会更开心吧。来看一下中国运动员陈芋汐的第1跳，好漂亮！全红婵。巴黎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跳水决赛，全红婵和陈芋汐2人联袂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。漂亮！
最后一跳，以微弱优势卫冕成功的全红婵与教练陈若琳相拥而泣。你这一鼻子哭是为自己还是为教练呢？都有吧，对，因为都不容易嘛，我们他其实更不容易吧。为自己为什么哭呢？因为这3年真不容易啊，我们俩真的很不容易。我有在闹脾气，他也有在包容吧，也是。你也会闹脾气啊？有，我也有脾气，只是不展现出来而已。与教练相拥之后，全红婵一路小跑找到陈芋汐，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跑到陈芋汐那儿给她拥抱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？我肯定知道，那个他也是很辛苦吧。然后我拿了是不是不对啊？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在想，怎么叫不对呢？上一届也是我拿，这一届也是我拿，所以说我就拿了之后没有特别开心吧。那你怎么安慰他呢？你抱他的时候，你跟他说什么了吗？很棒，你很棒。你也很棒。对，他还这样说我。走下领奖台，对全红婵和陈芋汐来说，又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在同济大学2024年保送录取的运动员名单中，陈芋汐顺利入选，拟录取专业是运动训练。这个上大学的机会是向你开放的。我现在就是前面摆着2条路嘛，在自己的十字路口需要去做一个抉择。你怎么看你目前才19岁的人生？站在运动员的角度，我觉得这个19岁非常的圆满了。但是站在人生的角度，跳水只是我漫漫生涯中的一部分。如果你见好就收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要见好就收？因为你还可以更好啊，可以一直好下去啊。金牌之上还有什么更高的？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拼一拼，去做到自己想成为的那个。你想成为什么？我想成为我自己，把最好的一面，把最好自己的那个动作吧，跳到完美吧，去展现给大家。本来跳水就是欣赏的。你希望大家怎么对你，才最有利于你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成绩？希望以正常人对待，不想这么多人围着我吧，主要是。心态能调整好吗？有了经验了，还活着就行了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讲吧。为什么不敢想以后啊？万一你想以后现在不开心怎么办？还不先做好现在的开心。赛场上，全红婵和陈芋汐是旗鼓相当的对手，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生活中，她们则是一对好姐妹，相互陪伴，一起长大。我们给你们2个呢，一人买了一个小礼物，他戴了一个乌龟帽子，他戴了一个那个蜜蜂帽。蜜蜂帽，他俩放在一起，你觉得乌龟和蜜蜂放在一起叫闺蜜啊？对了，所以送给你们2位，一人一个，非常感谢接受我们采访，占用你们时间了，知道你没事，挺喜欢占用的。知道你们很辛苦，这个给你。我昨天在那个拿住，然后这个给你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啊。到时候我们。